你这位长史，如果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减了下属本来就不丰厚的待遇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不减不成吗？大概不成。此事既然已经知会于我，又让我拿主意，想必那屈司马自有法子令我不得不去做。若纯是减职，倒也不是无法可想，只是我觉得这其中另有蹊跷。琉璃，阿紫商队的货物中，可有纸张和墨锭等物？自然是有的。记得刚出长安时，遇到过2场秋雨，阿紫最着紧的便是那一车益州的黄麻纸，说是有300贴，也就是足足3万张。我还问过阿紫，几千里路运这么多纸过去作甚？阿紫说是……果然如此。三郎怎么样？裴府不过如此。这府衙的人力支出已经是省无可省了，但是在杂物开支上还有不少可商榷的地方。比如这笔墨纸砚、习入之物，虽看似简单，但还有不少文章可做。不知这项开支大约有多少？将近600民。600民。不错。早年间，西周的纸张都是要从敦煌买入的。这些年，司马在西周开了工坊以后，情形才好了许多。但是往来的公文依例还是得用益州黄麻纸。若是都能用本地粗麻纸，哪还能省下200-300名？是啊，若以夏末换上末，暂停更换习入、毡毯之物，现在算下来，将近有300余名。都护府支出的杂项开支，最大的一笔便是纸。我朝官府公文用的都是上好的益州、杭州等地的细麻纸，西周亦然。若是按照账册所记，每年要用掉上好的益州麻纸有300多贴，每贴的价格是800文钱，这比长安的价格要贵上1倍之多。我若是没猜错的话，那屈重玉便像我这2日就提出这法子。等阿紫到了西周，我就只能去求他。如此一来，一则我出尔反尔，威信扫地；二则我欠了他人情，就不得不有求于他了。我若是不去求他，那便得罪了你和安家，更是孤立无援。到时候他自有后手，让我依附于他。好，那便依长史之策。好。嗨，我觉得啊，裴行俭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看，咱们刚把坑给他挖好，他就自己往下跳。此事进展得太过顺利，我想其中一定有蹊跷。雨狼，你想太多了。哎，你看，节约开支这种事儿，无非就2种办法吧。这要么是降低官员的薪俸，但是如此一来，就等于是得罪了西周大小所有的官员，从此以后，他在这官场上那是寸步难行。哎，这其二呢，他就是从笔墨纸张这些小地方入手，但这都是安家的产业，他等于是自己亲手把自己家亲戚的财源给断了，他必然会与安家生出嫌隙来，对吧？与安家生出了嫌隙来，那就等于是与琉璃生出了嫌隙来。哎，这样一来，他刚到西周，整个人就内忧外患。哎呀，这招实在是高啊！哈哈哈哈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想到把百三等人，安插到他身边来？这招也高，这招非常之高。你让我安静一会儿。
先回去吧。玉郎，有事叫我啊。如果白森所报不假，那裴行俭早就知道我的用意。那他今日从容答应又是为何？他肯定做着我不知道的事。在西周，我不允许有我屈重玉不知道的事。裴长史今日拨冗前来，小女子实在是有事相求。我寻遍西周，也没有阿兄的消息，所以只得有劳长史。好手艺。你不该冲这一手。我若在这儿偷点捉一子，你这局便输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世上最无趣之事，便是棋不逢对手。无妨，你再换一手便是了。这西周之水来自雪山，的确清冽。就是这四方的好茶，实在是少了一些。寺庙里也是有些好茶的。这西周真是奇了，最好的东西都在寺庙。我看有些人家平日做菜的油都用不起，却要捐香油给寺庙。长安人信佛的也多，却不曾到这般地步。柳娘子也常去寺庙。我如今四处寻找佳人，自然要多多求佛祖保佑。要做个虔诚的戏女，可比做个爱下棋的才女容易得多。裴某，劳烦柳娘子了。哪里的话，如无长史鼎力相助，如月一介孤女，要在这西周寻人，谈何容易？今日不下了，裴长史不但长于双陆，棋力更是如此深厚，我便是直白先行，也很难过中盘，还是甘拜下风的好。若是没有柳娘子相助，想必守约行事，难以掩人耳目。明日我便会出城，去附近几处屯军的守拙和牧场，探寻方兄的下落。有劳裴长史了。裴长史都说了，明日便出城去找方公子。西周才多少人，娘子也莫太忧心了。我看裴长史是位正人君子，必会言而有信的。这位裴长史吗？君子大约是君子，正人却未必。司马，怎样了？他去了城西，找一个女子下棋闲聊，说是要寻人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哦，对了，他说明日要出城，帮娘子寻人。盯紧他。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
娘子可是要看白蝶？店家，还有没有更好的白蝶？娘子这说的哪里话？这便是最好的白蝶了。不信你去别处瞧瞧，哪里还能有这么松软大朵的？您为何不把这白蝶里的籽去掉？娘子，你不是西周人吧？这白蝶去籽是何等费力的事情，我要是有那把子功夫，定是要拿去纺布的，怎还会拿来这样卖？这白蝶如何卖啊？便宜的紧，这是上好的白蝶，8文一斤。你拿来给下人做做冬衣冬被，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在西周，这白蝶平日里都是用来做礼絮的。是啊，没有去籽的白蝶，做衣服被子的礼絮那得多沉啊！店家，你这儿可有织好的白蝶布？白蝶布自然是有的，只是价格略贵了一些，15文一尺。15文一尺啊！15文一尺，40尺一匹，也就是要600钱一匹，比西周的生绢和绸缎都要贵出一大截，更别说和长安的去比了。若加上运费，这么一匹白蝶布，在长安要卖出定制佳鞋的价钱来才不赔本。娘子有所不知啊，这白蝶布啊，织起来是极其难的，也就是我们西周城的一些贵人，爱用这白蝶布啊做脸巾和袜子，故此才有巧手的妇人给它纺浆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价格才会如此的昂贵。要不您进去看看？来，里面请。娘子看一下。这白蝶布和我当年在宫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店家，这白蝶布怎么这么粗糙啊？手感只比普通的火麻布略好一些，更别说和丝绸去比了。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白蝶布？更好的那就只有细白蝶布了。可是这细白蝶布的织法在我们西周已经失传多年了。近些年，我们西周的司马呀，也是为了完成他母亲的遗愿，四处寻找会此技法的人，可是都没有找到。现如今若想见这细白蝶布，估计就只有前去长安城的皇宫了。这里的竟是我西周仅剩的所有的细白蝶布。你说你这青天白日的，喝那么多干什么？喝就喝吧，你也不叫我。哎，你说这细白蝶布的纺织法，本是我高昌国的不传秘术，随着那场残酷的战争，这秘法也就此失传了。可笑吗？我知道，你想要完成你阿娘的心愿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咱们寻遍了西周，也没找到一个会此技法的人。这事儿啊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玉郎，你务必要替阿娘完成这一心愿。你要记住，若能寻到这细白蝶布的织法，西周百姓的日子便会好起来的。
3费。水费如榆木，微有声为1费。原边如泉涌连珠为2费。腾波鼓浪为3费，以上水浪，不可食也。尝尝。怎么样？比阿娘煎的还是差了一些。我知道他的忌日将至，你们兄妹2人不用一遍又一遍的来提醒我。静娘来找过您了？之前刚来过。又跟您吵了？这几年他何时给过我好脸色？阿爷，今年阿娘的忌日，您会与我们一同去吗？不去。我想，他也不愿看到我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裴行俭呀，绝非是等闲之辈，你莫要轻视于他。我不会轻视任何人的。长安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您不愿意告诉我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我告诉你什么？三郎，你说这裴长史不老实在府衙待着，这天天老往城外跑干啥呀？管他们干啥？这里是西周，他们能心里什么大风大浪来？在这守好了，一旦回来，立刻向我汇报。让库迪夫人酒后了。七娘子若有事，那我不妨改日再来。不是的，我家娘子她怎么了？我家娘子她正在厨房大发脾气，奴婢去了几次，都没敢进去通禀。如此，你不妨带我去看看。不行，不行，完全不对！下一个。每年临近老夫人忌日之时，娘子经常会像今天这般乱发脾气。刻意在曲府当佣人，想来也颇有厨艺。可不知为何金娘如此挑剔，竟仍不满意。库迪夫人误会了，我家娘子并非是因为肴馔不美味，而是她找寻不到幼时记忆中那令她难以忘怀的味道。老夫人生前也善厨艺。
奴婢入府较晚，未曾有幸得见老夫人。但听闻老夫人性情与娘子无二，喜欢弓马骑射，多与女工烹饪。不对，不对，全都不对！都多长时间了？啊！你们真的是废物吗？连一碗粥都做不好，要你们何用？小僧无能，小僧无能。琉璃见过静娘。先回去吧，今日没有心情。夫人，这里有没有西周特有的大云和伊贝母？有的。夫人，您这是？你帮我取一些，磨成粉。嗯。当年首任西安都护乔师望在西周推行唐制，手段那是极其狠辣呀。长史您是刚上任，今日又是微服前来，西周多年的疾患其实就在赋税和征调，城中立市坊，乡村皆均田。政绩报上去啊，皇帝自然大悦，可西周百姓却是苦不堪言呐。哦，长史这边请。按我朝制度，每户丁男授田100亩，每年纳2担粟的租，2丈绢的调。此外，还有每户要交的地税。如此算来，每年4担粟米，2丈绢帛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。但长史可知西周所谓的均田，每丁实际得田多少啊？还望村正指教。这西周5县18乡，平均算下来，每户丁男可用的耕地，多则10几亩，少的才10亩左右啊！怎会如此之少？长史应该知晓，我朝的授田制度分宽乡和狭乡，狭乡田少则赋低。那乔师望好大喜功，授田以荒丘和沙地充数，生生把个西周给变成了宽乡啊！方才在静娘的厨房内见了如此多的珍馐，自己竟也馋了。琉璃未经静娘允许，偷用厨房做了碗粥，现下端来给静娘品尝，全当是琉璃私用厨房给静娘的赔礼了。看来你不光善绘画，懂厨艺，胆子还不小。只是略懂，厨艺不好，还请静娘见谅。你当我是在夸你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之前我还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我父兄如此紧张？果真不简单。这味道，小时候我总盼着生病，因为只要一生病，阿娘便不会计较我闯的祸，还会亲自熬粥喂我吃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后来我就总问她，为什么她熬的粥味道会这么香，她才告诉我，秘密啊，就是这西周特有的大云和伊贝母。我想你母亲是西周人，在你病的时候，她也会在粥里放一些的。
静娘乖，娘亲做的粥好不好吃？来，乖乖把粥吃完，病就好了。我阿娘自小在西周长大，她在生前对我说过最多的，便是西周的朗阔风光。她说，等我长大，她要同我一起在西周的草原上骑马牧羊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如今我做到了。还带着夫君一起回到了西周，可他却不在身边。即便现在我真的生病了，也再也吃不到阿娘熬的粥了。西周啊，自古耕地难得，又加之贞观年间，大批的边军和流民不断的迁入，那土地自然就愈发紧张了。且西周种桑养蚕也颇为不易，光吊这一项便难以不足，往往花钱采买外地高价棉帛，以至于西周欠调比欠租更为严重。那乔都护在任时，为何不曾拖欠？那乔都护手段极其残忍啊！当年西周的百姓宁可卖地卖房，他也不敢拖欠呢。自屈都护到任后，体恤百姓疾苦，把每年的租调只征收到30%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还修建公房，宽待行商，开源节流之下，才勉强维持了现在的局面呢。哎，哦，张氏大人，小的就送您到这儿吧。好。哎，韩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牛牛吧！求求你救救我们家牛牛吧！韩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牛牛吧！求求你了！求求你救救我们家牛牛！郎君，孩子，算了，不要为难韩医生了。咱们家穷，付不起医牛诊费的。我不要我牛牛死。我们今天就是医好了它，到了交租调的时候，不是还得卖掉吗？但咱家就只剩这一头牛了呀。这也没办法呀。对不起，韩医生。这5城乡啊，10户有8户如此。若是让他们继续再缴纳征调，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？郎君，要不我们……韩医生，求求你了！
不必送了，明日啊，我还要来给你画雕呢。行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琉璃，今年还有何事？不必说了，你的心意，琉璃心领了。我能为你做的事不多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这里是西周，我父兄想做的事情，一向没有人可以阻止。如果你想让裴行俭活得长久一些，就叫他少插手政事。西周不需要一个能干的张氏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快下雪了，早点回去吧。谢谢韩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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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韩医生。想不到此人真有些本领啊！周村正啊，你可识得此人？哦，他呀，名叫韩景之，我们大伙呢都管他叫韩四，在西周啊也算是一号人物。他出身医学世家，却父母早亡，平日里呢以这个兽医为业。他这个医术啊是出奇的好，人呢却又出奇的怪，家呢也是出奇的穷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平日里呢也不修边幅，也不与邻里往来。西周人呢请他医治牛羊，他10回啊倒有6、7回不去。我们这些穷苦村人要是请他呢，哎，他拎上药箱子就走。当然了，这出诊呢，每次的出诊费几乎就要不回来了。1日2次，早晚各1次，3日可好？这可是欠着吧。谢谢韩医生，谢谢韩医生。韩四啊，这位是西周新上任的裴长史。不认识。哎，你。咱们家的牛好了。裴长史，请见谅啊，这小子呀，他就这样。罗芳，阿成，我们走。好。好一幅美人平城图，我真想多看2眼呢。今日开始下雪，你怎么也不披件长衣啊？是啊，西周下雪的时令比长安早上很多，我竟不曾留意呢。阿娘生前只说着草原的辽阔，却不曾说着西周的冷冽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道歉啊？来西周安顿后，本该祭奠岳母，这里是他一生向往之地。送你回西周，也是他的夙愿。如今我们到家了，却因为公务耽搁，实属不堪，都怪我不好。你无需自责，阿娘自是会理解你的苦衷。
守月，你说我们回来，阿娘会高兴吗？会，只要你平安喜乐，就是她最想看到的。阿娘说，高昌是她的故乡，才是世间最美的地方。只有在高昌，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阿娘，你还是帮我吧。来。娘子，看看我们西周的梨吧，又甜又脆呀！您看看这个，多谢。您闻闻。您不要啊，那您慢走啊。我看你跟掌柜攀谈都聊了些什么？啊，随便闲聊两句。这里的绵薄价格大概是长安的2倍，酱醋价格相当，盐却比长安便宜1大半。此外呢，熟米、面粉等物各有高低差价。当然了，这挂锅野味也是相当的物美价廉。新官上任，考察民生啊。走，跟我来。慢点。谢谢掌柜。慢走。哟，客官需要点什么？请问有没有细麻纸啊？啊，客人有所不知，这本地的粗麻纸啊，便宜又耐用，一贴才55文，一管笔15文，上墨140文，下墨才10文，都是便宜又好用。老板，哎，这佛经怎么卖？哦，厚度不同，3至10民不等。这么贵啊？这佛经啊，都是用上好的细麻纸。如今这读书人多金贵啊！将这佛经一字字的抄讲下来，又花费了多少时日和心血，这价格已经十分公道了。原来是字值钱。哎。你拉我来买这佛经，是有何打算呢？自然是有大用场。若无意外的话，三娘的那车纸就着落在她身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早便打好了主意，昨日才那般胸有成竹。你又瞒我。我也是昨日才有这个念头。其一，昨日不知道佛经的价格；其二，不知以安家之力能找到多少抄写之人。此事得去安家长辈家拜访之后，才能算出个大概。总之，按照那家店的价格，这一车纸只要出掉1小半，三娘就不会太亏。如果不成的话，为父再另想办法就是。可是这一卷大概要用10几张纸，按你计算的，至少要抄出1000来本。每本佛经总得有3000多字，要1个月的时间抄出来，至少也要20来人才成啊。哼哼。你慢走啊！我有何事瞒着你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裴郎君、库迪娘子，今日2位又有暇来侍方啊！